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明明大家都是差不多的年纪，大部分人早就是一脸沧桑了，可是有的人往那一站，哎呦，你看他的脸庞，他的身段，还有他走起路来脚底生风的那个神态，看着硬生生就是比同龄人年轻了10几岁。我告诉各位，这绝对不是他多有钱，去做了多少医美。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你的这具肉身，这副皮囊，其实就是你灵魂居住的房子。你之所以看着这么年轻，是因为你的灵魂等级高，你的心境极其干净，没有被这世俗的贪嗔痴给污染。如果你刚好就是这种显得比同龄人年轻，浑身上下充满活力的人，那我要先恭喜你啦。你这身不老的皮囊绝对不是偶然，它是老天爷给你今生用来修行的最高级法器。这是老天爷，是整个宇宙给你的一份极其特殊的大礼。但是大家用常理去想想，老天爷吃饱了撑着，给你一张不老的脸孔干什么？难道是让你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跟隔壁摊的阿嬷炫耀用的吗？当然不是，因为你身上是有任务的，你根本不是普通人，你是带着天命来到人间的。老天爷让你保持着这种由内而外散发的干净的年轻的光芒，是让你在这个乌烟瘴气、充满了焦虑、怨恨和病痛的娑婆世界里去当一盏明灯的。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在用无声的语言告诉世人，人啊，只要灵性觉醒了，只要心胸打开了，原来可以活得这么有生机，这么干净。这就等于说，你这个人啊，本身就是一个移动的灵性磁场，你是一个觉醒的火种。我给大家举2个我以前看诊时遇到过的真实案例，你们一听就明白了。第一个，我们叫她陈太太。哎呦，这个陈太太啊，当年来看病的时候，身份证上才55岁，可是你往她脸上一看，说她70岁都有人信，满脸的黄褐斑，面色暗沉发黑，一点光泽都没有。最可怕的是她的嘴巴，2个嘴角是往下掉的，像一条死鱼一样。这在我们看相里叫鲤鱼嘴，是最标准的怨妇相，苦瓜脸。她一坐下来就开始跟我抱怨，尼斯啊，你给我开点最贵的补药啦，我最近老得好快哦，我天天吃燕窝，吃高丽参，怎么一点用都没有啦？我那个媳妇啊，真是气死我了，每天睡到太阳晒屁股。我那个死鬼老公啊，退休了就知道吃饱，瘫在沙发上像颗马铃薯。他在我诊所里坐了20分钟，骂了20分钟，从家里人骂到菜市场的菜价，连门口那条野狗都要被他骂2句。我当时就直接把笔一摔，我跟他讲，陈太太，你吃再多燕窝，再多高丽参都没有用，你的病不在身体，在你的心，你每天斤斤计较，满脑子都是别人的不是，你这是深陷在贪嗔痴的业力泥潭里啊。大家知道吗？中医讲怒伤肝，湿伤脾，你天天生气，天天算计，你的肝气就郁结住了，就像你们家里的下水道堵住了一样，那些毒素排不出去，全反击到脸上了，能不长斑吗？能不暗沉吗？你天天操心埋怨，脾胃就伤了。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脾胃罢工了，你吃进去的燕窝全变成了垃圾，变成了痰湿堆在身体里。在修行上，这叫业障蒙心。你这具皮囊怎么可能不老不丑？这就是内在的灵性彻底坏掉了。我们再来看第2个例子，这是我们街坊里的一个林阿姨，今年刚好60岁。哎呦，走起路来抬头挺胸，脸上白里透红，连个老年斑都找不到，一双眼睛亮晶晶的，这叫什么？这就叫神明内敛。你们以为林阿姨是富婆，天天去美容院吗？根本不是，林阿姨命很苦的，30多岁老公就出了车祸走了，她一个人拉扯2个孩子长大，吃过多少苦头啊。可是你看她，什么时候见到她都是笑眯眯的。有一次她来诊所给我送她自己种的地瓜叶，我问她，林姐啊，你天天风吹日晒的，怎么皮肤还这么好？她笑得像个弥勒佛一样跟我讲，尼斯啊，人生就是这样啦，老天爷安排的剧本我们就好好演嘛。别人对不起我，我睡一觉就忘了，那是他欠我的，他还了就算了。孩子们有孩子们的福气，我不管那么多，我每天能吃下一碗白米饭，能看到早上的太阳，我就觉得好开心，好感恩哦。各位你们听听什么叫境界，这就叫境界，这就叫灵明觉性。林阿姨虽然吃的是粗茶淡饭，但她心里没有毒，她选择放下负面情绪，她选择宽恕别人，她把人世间的恩怨看破了，放下了。每当她发自内心笑出来的时候，
他全身的灵性管道是打开的，天地之间的氢气，那个最纯正的宇宙能量就源源不断地灌注到他的身体里，他的脾胃吸收得好，把粗茶淡饭转化成了最干净的气血，滋养了他的五脏六腑，最后反映在脸上就是那一层容光焕发、吹弹可破的年轻态。所以你为什么不见老？你这种永远年轻的特质绝对不是偶然的，它根本不是靠你在脸上涂脂抹粉，也不是靠你花大价钱去买什么保健品，它是你大半辈子内心修炼最真实的成绩单，是你在红尘中借假修真的最高境界。你每一次不跟烂人烂事计较，你的灵气就通畅一分；你每一次在遇到委屈时选择退一步海阔天空，你的面相就慈悲一分；你每一次用善意去看待这个世界，你内心的道场就清澈一分。这是一个正向循环。好，朋友们，你的心越干净，气血就越足，气血越足，你外表看着就越年轻，越有活力，这就形成了老子道德经里说的生生不息。所以当别人夸你年轻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不仅仅是夸你皮囊好看，那是在向你这颗干净善良通透的觉醒之心致敬，这就是你相由心生灵性觉醒的终极秘密。但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活在这个娑婆世界上，最复杂的是什么？是人心。你鹤立鸡群，你60岁看着像40岁，你以为所有人都会真心诚意的跑来夸你祝福你吗？我跟你讲，绝对不可能。这就是人性的阴暗面，这就是俗世的业力网。当你神采奕奕的走进人群里，那些因为天天打麻将熬夜，天天跟老公吵架而弄得满脸枯黄一身病痛的老姐妹看到你，她们心里那个酸水啊，马上就咕噜咕噜冒出来了。她们在背后指指点点，说出来的那些酸言酸语，嫉妒你的话，在修道的人看来，这就是一股极强的阴毒业力，直冲着你这尊法器就来了。我们来还原一个大家日常生活中肯定遇到过的场景，比如说你今天早上高高兴兴的去公园打太极拳、练外单功，或者在中庭跳赞美操，你穿了一身普普通通的运动服，但是你面色红润，腰板挺直，精神饱满，身上带着一股清净的能量。这时候旁边走过来一个平时就喜欢家长里短、浑身负能量的酸葡萄阿娇，他上下打量你一眼，嘴角一撇，用那种整个中庭都能听到的阴阳怪气的语调冲你说：哎呦，王大姐啊，你今天这脸皮怎么绷得这么紧啊？是不是最近又瞒着你老公偷偷拿退休金去哪家高档医美诊所打针拉皮啦？哎呀，都当耳目的人了，还整天搞这些有的没的，干嘛啦？想去勾引少年仔哦。他旁边肯定还有几个跟着起哄的，说就是说啊，我们这把老骨头哪比得上人家王姐有钱有闲哦。各位，如果换作是以前那个还没有觉醒的你，听到这种话，第一反应是什么？肯定是火冒三丈嘛，心跳马上加速，血压噌的一下就飙上去了，气得浑身发抖，指着他的鼻子骂：你胡说八道什么？我什么时候去打针了？我这是天生丽质，你这是血口喷人。然后呢，你们就在广场上大吵一架，吵得面红耳赤。就算你骂赢了，你回到家坐在沙发上，胸口还是闷的，连午饭都吃不下去。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都是白天他骂你的那副丑恶嘴脸。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我告诉你，你彻底输了。你这几十年的修行，你这好不容易养出来的清净道场，被他几句废话给毁得一干二净。为什么？因为当你发脾气，当你委屈，当你想要去自证清白的时候，你的心神就乱了，你的灵明觉性就被蒙蔽了。你一动怒，你就是接住了他扔过来的业力黑球，阿胶射过来的那股阴毒之气就结结实实地打进了你的五脏六腑。你气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的真气就漏光了。不用3天，你原本红润的脸马上就会发暗，长斑直接被打回原形。所以我今天必须要给你点破这个天机。别人的嫉妒根本不是闲话，那是老天爷给你安排的渡劫。你以为修行就是天天坐在蒲团上敲木鱼吗？错啦，真正的修行就是在红尘里历练。老天爷看你最近修得不错，气色这么好，老天爷就会想，这个王大姐定力够不够啊？我来考考她。于是老天爷就安排了这个满身怨气的阿娇跑到你面前来骂你酸你。这在佛家来讲叫傲慢劫，叫逆增上缘。阿娇不是你的仇人，他是老天爷派来的考官，
是来帮你消业障的。大家用觉醒者的视角去想一想，阿娇为什么要嫉妒你？因为她苦啊，她身体里全都是病痛，她家里全都是一地鸡毛，她感受不到生命的喜悦，她极度渴望拥有你这样的状态，但她又做不到。她就像一个掉在业力苦海里快要淹死的人，看到你在岸上走，她嫉妒的发狂，她的内心是被地狱之火煎熬着的。她骂你，其实是她内心的痛苦在向外投射。金刚经里讲无我相无人相，你只要明白她骂的根本不是真实的你，她骂的是她自己内心那个虚幻的嫉妒影子。你何必去跟一个被业力折磨的死去活来的人计较呢？所以面对她的冷嘲热讽，你该怎么办？我教你4个字，如如不动。你要用菩萨看凡人的慈悲眼神去看待他，你不仅不生气，你还要在心里默念一句阿弥陀佛，跟他说一声谢谢，谢谢他来帮你考试，谢谢他替你消了这一道业障。你可以微微一笑，用一种很平和甚至带点关心的语气回他一句，哎呀，阿娇啊，你今天气色看起来有点虚寒哦，是不是昨晚没睡好？女人啊，少生点气，多喝点温开水，把身体照顾好最重要啦。我先去打拳哦。说完头也不回的走掉。各位，这招叫什么？这招在修行上叫借劲练心，在武术里叫借力打力。你没有接他扔过来的业力垃圾，这个垃圾就会全部反弹回他自己身上。他原本想激怒你，结果你像一尊弥勒佛一样笑眯眯的，他那一拳就像打在棉花上，最后憋出内伤的只会是他自己。而你的清净磁场毫发无损，你的修行境界又往上拔高了一层。而且你要知道，当你展现出这种刀枪不入的平和时，你不仅度了自己，你还在无形中点化了人。那个嫉妒你的阿娇或者旁边看热闹的人，当他们冷静下来的时候，他们心里会犯嘀咕的，奇怪，他怎么都不生气？难道他真的是靠修心才这么年轻的？难道我天天抱怨骂人真的会变丑？一旦他们脑子里冒出这个念头，各位，这就是觉醒的开始。好，你的存在就像一盏明灯，你没有去教训他们，但你实实在在地照出了他们内心的迷茫，也给他们指明了一条出路。所以以后再遇到这种闲言碎语，把他们当成你修行路上的垫脚石，他们越嫉妒，说明你修得越好，他们越眼红，你的护体神功就越强大。但是要想维持这股强大的觉知力，让你在面对任何妖魔鬼怪时都能笑得出来。光靠遇到事情才去想对策是不够的，我们还得在日常的生活里打好基本功。你们去看看外面那些讲西方身心灵的书，或者一些教人修行的所谓大师，动不动就叫你抛家弃子去深山老林里打坐，叫你每天盘腿面壁几个小时，弄得高深莫测，甚至还要你交大把的拜师费。我跟你们讲，全都是胡说八道。真正的修道，真正的觉醒，根本不在什么深山老林里，全在你们家里的厨房、客厅还卧室里。我们道家有一句极其高深的话，叫做借假修真。什么是假？你这具肉身皮囊100年之后尘归尘，土归土，这是假的。什么是真？你内在那个干净的灵魂，你那一点灵明觉性，这是真的。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就是要借着这具会吃喝拉撒的假肉身，去修炼那个永恒不灭的真灵魂。我们今天就来讲讲，在这个乌烟瘴气的现代社会，你是怎么在不知觉中把日常的生活变成了修行的道场，把天地间的精华都吸到自己身上，让自己越活越年轻的。大家用修行的眼光去看看现在的社会节奏多快啊！很多人为了图方便，天天吃什么？吃罐头，吃微波炉便当，吃那些花花绿绿的加工食品，吃冰箱里冻了半个月的死鱼死肉。这些东西在西方的营养学看来，哎呀，有蛋白质，有碳水化合物，有卡路里。但是在我看来，在我们中医和修道的人看来，这些全都是死物，它里面只有形没有气了，它身上的灵气早就死绝了。你把一颗放了3年的罐头黄豆种到土里，它能发芽吗？绝对发不了。这就叫生机断绝。你天天把这些没有生命力、死气沉沉的业力残骸塞进胃里，你的脾胃还要耗费你原本就不多的先天真气去消化它、排泄它。吃这种东西，你不仅吸收不到宇宙的能量，你还在倒贴你自己的灵气。那你为什么看着年轻？因为你们这群觉醒的人在吃东西上不知不觉顺应了天道。你喜欢去菜市场买那种刚从地里拔出来的
叶子上还带着露水的当季蔬菜，你喜欢吃那些春天里能发芽的种子，这种东西里面藏着老天爷给的生生不息之气，这叫带有高频能量的活物。更重要的是你吃饭时的心境。你看看外面那些没觉醒的俗人是怎么吃饭的，一边扒着饭，一边盯着手机看那些打打杀杀的新闻，看到别人生气他也跟着骂，要不然就是在饭桌上教训孙子，跟老公吵架，满脑子都是贪嗔痴。这叫什么？这叫气冲牛斗。你吃进去的哪里是饭，那是穿肠毒药啊，带着一身的怨气和业力吃饭，气都堵在胸口，胃怎么可能消化得好？而你呢，你洗菜的时候水流过菜叶，你把它当成一种洗涤心灵的享受，你端起这碗白米饭的时候心里是安静的，充满感恩的，你感谢天地阳光雨露的滋养，你细嚼慢咽。各位朋友，这就叫采纳天地灵气，这就叫正念饮食。你带着感恩的心情和觉知力吃下去的每一口当季食物，到了胃里马上就能化作最干净的营卫之气，滋养你五脏六腑的灵性管道。这就是你脸上发光的第一个大秘密。现在很多人有个巨大的误区，觉得要年轻要健康就得去健身房，去跑步机上狂奔，去举那个几十公斤的铁块，非要弄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觉得这样才叫排毒。中医讲得很清楚，汗为心之液，汗水是你心血的化身，是你灵魂的滋养液啊。你运动到满头大汗，衣服都湿透了，你以为你在排毒，你是在漏气啊。你把你身体里最宝贵的阳气、精液还有你的灵气全都顺着毛孔给漏光了。而你们这群带着天命看着年轻的人应该是怎么动的？你们要聚气。你可能每天早上去公园打一套太极拳，或者练练八段锦，练练瑜伽，甚至只是在树下散散步。你动作很慢，你没有满头大汗，但是你的心是极度安宁的。你的注意力完全放在你的呼吸上。吸气的时候气沉丹田，把天地间的清气吸到肚脐眼下面。呼气的时候感觉全身的经络，你肉身的每一根灵性管道都舒展开了。这种带着觉知力的轻柔运动是在干嘛？是在帮你清理淤堵的业力，让那些新鲜的气血能跑到你的四肢百骸、你的脸颊上去。这叫把门关起来，在身体里面烧火取暖，真气全聚在体内，一点都没浪费。这样养出来的面相才是水润的、饱满的、发光的。你可能早就发现了，你的睡眠习惯跟别人不太一样。有时候你不需要像别人那样非得睡满8个、10个小时，你可能睡个5、6个小时自然就醒了。而且白天精神奕奕，连午觉都不用睡，感觉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那些俗人就觉得很奇怪，问你：哎呦，你这把年纪了，睡这么少，怎么还这么有活力？是不是吃兴奋剂了？我来告诉你这是为什么。人在睡觉的时候，我们中医和道家叫神明归位，你的魂魄回到肝脏里去休息了。在这段时间里，你的肉身在自动修复，你的灵魂在升级。那些睡不好天天吃安眠药的人，是因为他们脑子里杂念太多，贪念怨念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转，他们的神在外面飘着，被世俗的业力网死死缠住，回不了家，所以磁场一直在漏电，越睡越累。而你的心是干净的，你躺下就能秒睡。这在道家修行里叫什么？这就叫神游太虚。你虽然睡的时间短，但你的睡眠质量极高，你的灵魂直接突破了这具肉身的限制，去深度链接宇宙的原始高频能量了。所以你的修复速度是那些凡夫俗子的好几倍。在这里我要教大家一个独门的修行小秘诀。如果你偶尔白天遇到烦心事，或者去了人多的地方，沾染了别人的阴浊之气，觉得很累，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怎么办？绝对不要吃药。我教你在自己的这张床上摆一个身体的风水局，做一个清空业力尘埃的观想。你平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头顶正上方，也就是我们说的百会穴那里，有一束金色的极度温暖和纯净的宇宙之光照下来。这束光顺着你的头顶慢慢流过你的脸、你的脖子、你的胸口，进入你的五脏六腑。它就像一股神圣的清泉，把你今天在外面受到的委屈、听到的闲言碎语、身体里淤堵的疲惫，甚至你前世今生带来的那些微小业力，全部一层一层的冲刷下来，一直往下冲，冲过你的大腿、小腿，来到你的脚底板。大家记住，脚底板正中心有一个穴位叫涌泉穴，
你想象这所有的黑色、脏水、浊气、负能量，全部从你的左右2个涌泉穴排出去，深深的排进大地里，交给慈悲的地球母亲去化解。你就这样一边深沉的呼吸，一边做这个金光冲刷的想象，不出10分钟，你的心跳就会无比平稳，全身暖洋洋的，一觉睡到大天亮。第二天早上你睁开眼睛，照样是那个人群里气色最好、最闪闪发光的不老觉醒者。这就是你们日常借假修真的秘诀，不花1分钱，不用去深山老林，只要你顺应天道，把心放平，带着觉知去生活，你就在无形中吸收了天地间最纯正的能量。但是朋友们，你自己一个人修得好，那叫独善其身，这还远远不够啊！老天爷给你派的天命是要你普度众生的，而你普度众生的第一站就是你的家。很多修行的人有个痛点，就是觉得家人不理解自己，甚至觉得家人是自己修行路上的绊脚石。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有时候一回家或者面对某个亲戚，你就觉得精疲力尽？这就遇到了修行路上最可怕的能量吸血鬼和共业牵缠。你仔细想一想，你身边肯定有这种人，比如你那个远房表妹，或者以前的老同事，他平时不找你，一找你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哭诉。哎呦，我那个死鬼老公昨天又出去喝酒啦，我那个媳妇真是不孝顺啊，连个碗都不帮忙洗。现在的物价怎么这么贵啦？政府都不管啦。他就坐在你家沙发上倒苦水，倒了2个小时，眼泪鼻涕一大把。你呢，因为心肠软，觉得大家都是亲戚，你就坐在旁边一直安慰他。哎呀，别生气啦，看开一点啦，那是他欠你的啦。2个小时后，他一拍大腿站起来，哎呀，大姐啊，今天跟你聊完，我心里这块石头总算落地了，我觉得浑身轻松多了，我先走啦。他拍拍屁股，神清气爽地走了，留下你一个人在家里，感觉像被鬼压床了一样，累得瘫在沙发上，爬都爬不起来，连晚上睡觉做梦，梦里全都是他家里那些破事烂事。各位，你知道在修行的维度里发生什么事了吗？这就叫典型的阴气过户和业力转移。他的内心就是一个填不满的黑洞，全是阴寒的负面业力。而你呢，你是个觉醒的人，你身上阳气充足，你是个发光体。当你们2个连接在一起的时候，由于你产生了世俗的同情心，你的心房就打开了，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抽水马达，硬生生的把你丹田里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那点高频真气全部抽到了他自己身上去填那个黑洞。这还不算完，他吸走了你的真气，还把他那一肚子的阴寒浊气、家庭的共业全都吐给了你。你这叫什么？你这叫引狼入室，自毁道场。很多中老年阿姨会有个心理包袱，尼斯啊，大家都是亲戚朋友，他这么可怜，我总不能赶他走吧？我不听他说，显得我太自私、太冷血了吧？佛家不是叫我们要慈悲吗？大错特错。大家用常理去想，一个溺水的人在水里拼命挣扎，你没有受过专业的救生训练，你贸然跳下去救他，结果是什么？是你被他死死抱住，2个人一起沉到水里淹死。真正的慈悲绝对不是毫无底线的去接盘别人的业力。面对这种能量吸血鬼，你必须要有金刚怒目的手段，这就叫斩断烂桃花，断绝负面共业。学会保护自己的灵性磁场，绝对不是自私，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你不把自己的灯芯保护好，你怎么可能照亮别人？下次他再来找你倒苦水，你该怎么办？礼貌果断地拉开距离。他一开口抱怨，你马上微笑着站起来说，刚好要在瓦斯炉上炖个鸡汤，火候不能断。他要是接着追进厨房跟你抱怨，你就跟他讲人生苦短，难得见面不说这些不开心的，带他去公园转转，不接茬，不共情，不顺着他的话题往下走。你就像一面光滑的镜子，他扔过来的负能量业力全给他滑到地上去。那么我们辛辛苦苦挡住了外面的煞气，斩断了吸血鬼，难道仅仅是为了自己心里暗爽吗？对于我们有家庭有子孙的人来说，老天爷给你这身不老的皮囊和纯净的磁场，是让你来做你们家这块风水宝地上的人肉龙脉，稳住全家的业力。很多修行的人天天往外跑，去深山里朝拜，却跟自己的老公儿女天天吵架。我跟你们讲，这是本末倒置。你的家庭就是你今生最重要的修罗场，也是你的第一道场。真正的龙脉在哪里？就在那个气血最足、灵性最高、每天笑眯眯的女主人老母亲身上。
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台北有个林妈妈，当年65岁，以前他们家那叫一个惨啊，大儿子做生意天天赔钱，儿媳妇脾气暴躁闹离婚，小孙子3天2头感冒发烧。当时的林妈妈也是个没觉醒的俗人，天天在家里唉声叹气，骂儿子骂儿媳妇。你以为你替儿子儿媳妇操心，替金孙把屎把尿是爱他们，其实你带着怨气做这些，反而把坏磁场过给了他们。结果家里越骂越穷，林妈妈自己也是满脸黑气，心脏病高血压全出来了，看着像快80岁。后来她来找我看诊，被我劈头盖脸骂了一顿，你们家风水全败在你这张嘴和这张脸上，你天天在家里释放负面业力，谁受得了？这林妈妈也是有大善根的人，被我一骂就觉醒了。回去之后她彻底变了，她明白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业力个人了，不再管儿子赚不赚钱，也不管儿媳妇洗不洗碗，每天早上练呼吸打太极，买最新鲜的蔬菜，高高兴兴带着正念去煲汤。遇到儿子儿媳妇吵架，她安安静静的微笑着，自己剥个橘子吃，心里默默给他们祈福。不到半年的时间，林妈妈那个脸色从铁青变回了红润，走起路来轻快得很，看着年轻了10岁不止。最神奇的是她家的变化，林妈妈就像一个小太阳，她往客厅里一坐，那股极高频率的觉醒能量瞬间就把整个房子低频的阴霾给冲散了。大儿子回家看到老母亲笑眯眯地端出热汤，烦躁消失了，生意上的死结想通了。儿媳妇看婆婆没骂她，家里温馨亮堂，慢慢变得温柔，开始帮忙做家事。小孙子在这个高频磁场里阳气足了，也不发烧了。这句叫一人得道全家升天啊。当你明白了自己不仅是这具肉身的主人，还是全家人的风水眼时，你是不是觉得这份年轻的礼物分量变得很重了？但是老天爷给你的任务还不仅仅是局限在这个小小的家庭里，你的天命关乎着这个娑婆世界里更多受苦受难的人。而在完成这个宏大天命的过程中，你一定会经历一种极其深刻的痛苦，那就是觉醒者的孤独。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摸着良心问问自己，在修行的这条路上，你有没有觉得孤独？肯定有。我给大家描绘一个你们绝对经历过的场景，去亲戚家吃喜酒，坐在那个所谓的长辈桌上，遇到这种家族大聚会，菜还没上齐呢，气氛就变成了诉苦大会和比惨大会。这就叫世俗的共业磁场。大姑妈叹气三高严重，表嫂接话膝盖痛，媳妇不孝顺，满桌子都是贪嗔痴的阴浊之气。这个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向了你，你今天穿得干干净净，腰杆挺直，面色红润，眼神清澈的像个30-40岁的人。最气人的是，你还在那儿津津有味地吃着菜，身上带着一股宁静祥和的清气。他们心里那个酸水马上就冒出来了，阴阳怪气地问，你平时都在吃什么昂贵的保健品？是不是去打针了？你很坦诚地跟他们讲，你连医院都不怎么去，每天早睡早起打太极，遇到烦心事睡一觉就放下。结果换来的是全场的冷场，他们皮笑肉不笑地说你偷偷藏私，甚至在心里暗骂你装穷怕借钱。那一刻你突然觉得跟他们隔了一道无形的墙，觉得格格不入，心里会有一种深深的落寞感。为什么连自己的亲戚都不能真正懂我？我今天要把这个天机给你点破。为什么会觉得孤独？因为你跟他们早就不在一个频率上了，你的灵魂已经拔高了。易经里讲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你的气血是通畅的，灵明觉性太强了，而他们深陷在世俗的业力泥潭里拔不出来。一只在9天之上展翅高飞的老鹰，怎么可能跟一群在泥巴坑里打滚的泥鳅有共同语言呢？这就叫高处不胜寒，这是每一个觉醒者必经的阵痛。但是老天爷挑中你，是让你来世间渡劫和点灯的。你以为保持年轻漂亮心态好是一件容易的事吗？你忍受的那些孤独，别人的嫉妒，亲戚的不理解，全都是老天爷给你安排的情节和傲慢节。老天爷就是借着凡夫俗子的嘴来考验你的定力，帮你消前世今生的业障。你要是一听亲戚酸你，你就跟着生气对骂，那你这劫就没渡过去，道场马上被毁，瞬间被打回原形。你每一次选择宽容，内在功力就深厚一分。你要知道，这世间有太多太多可怜人了，他们被病痛折磨，被贪欲蒙蔽，而你就是老天爷派到人间的一盏明灯，
你坐在长辈桌上，根本不用开口去教训任何人，你只要保持着挺拔的身姿，慈悲的笑容，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普度众生。那些在泥潭里挣扎的人，看到你麻木的眼睛里会突然闪过一丝光，只要他们心里生出了希望，你这盏灯就点亮了他们心里的火种。既然你担负着重大的使命，你就更不能让自己委屈，不能在低频环境里消耗殆尽。你必须要学会去寻找跟你一样气场干净的同修道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不要去充满铜臭味和八卦是非的地方，你去参加社区的书法班，报名太极拳的晨练队，去寺庙里做做志工。只要把气场打开，你一眼就能认出谁是同类。你们相视一笑，就知道彼此是一路人。在这样的圈子里，你的能量不会被吸走，反而会得到滋养。你们这些发光的人聚在一起，那就是一团巨大的纯阳之火。不要试图去隐藏你的光芒，我们在宇宙里的能量是紧紧相连的，共同织就了一张保护这个世界的能量光网。今天的内容讲到这里，可以说是把老天爷藏在你们身上的天机，把你们这一辈子为什么不见老的灵性秘密给泄露得干干净净了。讲了这么多修行的法门，其实到了这最后关头，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终极的真相：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这具肉身保养的再好，终究是有旧了要脱下来的一天。天下第一等的好风水，就在你左胸膛里跳动的那颗人心。相由心生啊，各位，心善则面善，心宽则身安。你看着比同龄人年轻，根本原因是你心里装的是大慈悲，是大包容，是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的觉醒。这颗干净的人心，就是一个最强大的宇宙高频发电机。你的天命就是用这颗觉醒之心发出的光，去照亮身边那些还在病痛和抱怨泥潭里受苦的众生。这就叫利他，这就叫菩萨道。当你一心想着怎么用自己的正气去温暖别人的时候，宇宙天地间最纯正的真气就会源源不断地回馈到你的身上。你给予这个世界的爱越多，面相就越慈祥，灵魂等级越高，这才是你永葆青春的终极秘密。所以诸位，如果你今天看懂了我讲的这些话，意识到自己是被老天爷选中的那盏明灯，那我请你现在去做一件事，请在这支影片下方的留言区里留下一句善言，或者一句为你自己、为你家人、为这个世界的祈福。你可以打上一句愿大家心平气和、健康长寿，或者写上感恩老天爷的厚爱，我愿意做那一盏明灯，照亮他人。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打字的动作，文字是有灵性的。当成千上万个像你们这样阳气充足的觉醒者都在留言区里留下善意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留言区硬生生的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正向的风水祈福大阵。任何一个满身疲惫的人点开留言区，心境瞬间就会被你们的纯阳之气给净化。你们的每一次留言都是在为这个世界注入强大的正能量，都是在圆满完成点灯的神圣天命。让我们一起把这份修行的奇迹传递下去。好了，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愿你们的光芒永远闪耀，愿你们内心的道场永远清澈。再见。